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拿了3片片。本期视频咱们接着说《精神病院日记》的5、6集。上回书说到，小黑发现杀人日记在小白手中，震惊的满头黑线。他认为小白日后会像对付小黑一样，用日记来威胁他，于是就想把小白就地灭口。而毛毛也从周总那里得知了小白的本性，立马折返回去抓小白。可谁都没想到，小白半路去上厕所，两人谁都没有找到他。小黑依然把小白当成了心腹大患，他让冰冰监视小白的一举一动，并且还派了马仔在公司外监视小白。与此同时，毛毛也在跟踪小白，真是众星捧月般的待遇。另一头，小白的弟弟也进入了小白家的光荣传统冤大头，正被几个同学抢钱。没想到彪哥救下了弟弟，他教育弟弟不要服软，哪怕心里害怕，表面上要装的老子天下第一。喂，不会吧？彪哥看见小白顿时下了大忙短路，连忙带小白去抓那2个欺负他弟弟的熊孩子。本来以为只有俩孩子，结果对方足足有10几个人。正在跟踪小白的毛毛叫来了余辉，小黑的马仔也在暗中观察，他们都想看看小白的真面目。小白这时又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老无所依，当下决定抛硬币的方式赌这帮不良少年的性命。可硬币还没落地，小白就被打得找不着北。没人知道，小白决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他不会动这些小毛孩一根手指头，要杀只杀强者。可11岁男孩的下手没轻没重，眼看就要打出人命了，毛毛终于看不下去了。虽然小白这次被打得很惨，不过借此和弟弟拉近了关系，也在毛毛那里洗脱了嫌疑。另一边，小黑的马仔也只当小白是个大傻子，如实和小黑汇报。至于小黑信不信呢？我想肯定是不信的。毛毛带着晚餐来看望小白，两人聊着聊着，就从小白喜欢的悬疑惊悚片聊到了毛毛正在追查的连环杀人犯。小白说自己也对罪犯特写稍有研究，很能揣测罪犯的心理。于是毛毛正在追查的连环杀人犯就成了小白的新目标，抓到这个凶手就可以发泄自己内心杀人的欲望。傻子，他调查的就是你手中的日记本的主人小黑啊！周总上次被威胁了一回，又来逼迫小黑炒小白的鱿鱼，我也有点奇怪，不就跟你说了几句狠话吗？有钱人的气性也太大了。周总威胁小黑，如果他不辞了小白，小黑对付小辉干的那些坏事，他就要曝光给媒体。而小黑生平最不怕人威胁，你不是找死吗？那我就让你抄个近道。就这样，小黑在密室里把周总砸了个稀巴烂，接着让马仔处理了尸体，再趁保安打瞌睡抹掉监控，最后向媒体发送周总贪污的匿名邮件，伪造成周总畏罪潜逃的假象，一切处理的天衣无缝。另一边，眼镜是个毛毛提供了破案的新思路，因为这个杀人犯是个精神变态，对被杀的对象和场所都有要求，那么杀人的日期也一定有独特的规律。毛毛目前所知道的自杀案一共有3起，日期分别是3月4日、4月22到28日之间的一天，以及9月13日。可是不管毛毛咋想，也想不出这几天有啥特别的。这时候小白打了电话，他劝毛毛越是没有头绪的时候，就要放松一下，缓解压力。于是他俩又来到了上层那家密室，小白独自玩得开心，毛毛还沉浸在那几串日期里。这时小白建议提出自己的想法，他根据电影《杀人回忆》的角度出发，再结合证券公司出现的知识背景，用 Cosby 300曲线图分析作案日期。这个图其实很简单，综合股价指数为 X 下跌的时候，收益500就会增加。小白画的这张曲线图上，绿色是5日的线，红色是20日的线。每个5日曲线突破20日曲线的时候，就正是3起自杀案的日期。而如果这个推理正确的话，还有一起没被发现的案子就发生在7月8日。这一次分析让毛毛更加相信小白，他真的找到一起7月8日发生的失踪案。如果确定这起案件和自杀案有相似之处，就能完全确认凶手的作案频率。于是毛毛带着小白来到失踪案发生的工厂四处打探，正好发现了一个蒙古工人。他小声告诉毛毛一个蒙语单词奥拉赫，毛毛以为这是工人的名字。就在他还想继续追问的时候，老板发现小白和毛毛不对劲，把俩人轰了出来。随后小白借口手机赖在工厂，让毛毛先回去上班，自己则再次潜入工厂，打算用变态的直觉抓住真凶，然后再杀了他止心头痒。可是没想到老板正在大骂刚刚那名工人，让他不要提起那个失踪的人。虽然失踪的工人是留下遗书自杀的，但是只要曝光了他的自杀，工厂一定会被舆论影响。小白一听，这个失踪员工的名字有点耳熟啊，不就是日记本上出现过的名字吗？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他啥也不查了，转身就跑。要我说，在毛毛告诉他3起案件的日期时，他就应该发现人家调查的就是自己了呀。那么另一边，小黑在干啥呢？韩剧有3宝：车祸、失忆、男主洗澡。女粉福利又来了，小黑沐浴更衣，挑选了喜欢的武器。没错，今天就是小黑杀人的大好日子。小黑选中的那个人正是小白，而毛毛也正巧在这时候邀小白上头案情。他查出阿拉赫不是工人的名字，而是蒙古语里杀人的意思。怕这名工人想告诉他们什么信息，却被老板发现了。这是小黑和毛毛第2次同时来找小白。果然有主角光环的人就是命不该绝，可毛毛带来的信息还是把小白吓了个半死。之前他们在工厂遇见的蒙古籍工人不仅给毛毛留下杀人的信息，而且非常可能就是案件的目击证人。小白一想，他要真看见我杀人那还了得，只能急中生智，先稳住毛毛，让他再去工厂一定要带上自己，然后马上回顾日记。7月8日确实有杀人记录，日记上写道，小白当天迷过一个工人，并逼他写遗书，再让他跳入工厂的药液桶，伪装成自杀。想到这里，小白不能再坐以待毙，他马上动身，打算除掉唯一的证人。 어딜 그리 급하게 가십니까, 형님?
自从彪哥见识过小白的英勇身姿，早已把小白视为他异父异母的亲大哥。彪哥是真彪啊，也不知道小白去干啥，就非要和小白穿同一条裤衩。不仅如此，彪哥还甘愿当小白的垫脚石，以表忠心。小白费了9牛2虎之力，呲牙咧嘴，终于成功翻墙之后，彪哥却发现了一个滑点。문이 열렸네. 小白本来是要把某某工人灭口，可一看这小哥被老板打得这么惨，他就有心软了，不仅给人家上药，还好言好语安慰人家。咱们也给这个工人起一个可爱的名字，就叫萌萌吧。白天萌萌盘问过萌萌，也亮过警察的证件，这让萌萌以为小白也是警察。他告诉小白，这个死者是他的朋友，生前留下了一封遗书。而根据萌萌对死者的熟悉程度，发现其中一个字是死者故意写错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证明他杀的死亡信息。而工厂老板因为遗书上的内容都在控诉自己，怕受牵连，逼萌萌和他一起抛尸。萌萌还要赚钱养老家的亲人，所以他极力想过报警，最后也不得不听老板的命令。本来萌萌是打算保持沉默的，可是小白和萌萌的出现，让他又想为公有深渊。小白让萌萌千万别说出去，一旦有事一定先给他打电话，并且带走了遗书，烧掉了这份证据。接下来，小白得想办法阻止萌萌去调查，而小白今天早退，还是引起了小黑的注意。他本来以为小白是有啥新资源，可一听工厂的名字，小黑的脸当场就黑了，因为他以为小白开始调查自己了。今天又是小白跟着萌萌去工厂的一天，萌萌看样子是不查出真相，誓不罢休，却不知道老板正要离开。眼看萌萌不要命的去拦车，小白也只能两眼一闭，冲上去变态救美。从老板那里套话是甭想了，萌萌只好偷偷的找萌萌，想问出点啥来。但萌萌现在只信任小白，所以小白一使眼色，萌萌也不管为啥就逃得飞快。然后小白一记假摔吸引了毛毛，他疼的是呲牙咧嘴，把工厂闹得乱成一团。老板一气之下投诉毛毛，结果他在查连环杀人的事也跟着被捅出来了，直接被队长停职查看。失落的毛毛和小白倾诉，当年老爸也是像他这样执着于查案，非要单枪匹马去抓真凶，结果受伤不说，还因为没有走正式流程，连工伤都无法申请补助。小白在劝毛毛，当一名普通的民警也不错，帮助市民的方法也不只有抓杀人犯一种，这让毛毛心里略感安慰。可两人这段对话被小黑的马仔全程监听，他把毛毛被停职，两人查了半天工厂却都无功而返的事告诉了小黑。小黑这下稍稍放心，看来小白根本不知道他才是日记的主人。废话，小白怎么可能知道？他还以为自己是变态本探呢。接着小黑先来毛毛家的餐厅实地考察，他得弄清楚毛毛到底是个什么人，和小白是个啥关系。如果必要时，毛毛的小命也可以搞一搞。小黑正好碰上毛爸发病，这可是个套近乎的好机会。他不仅帮忙把毛爸送到医院，甚至交了住院费。这一关情深的样子，在毛毛那里没少捞好感。另一边，毛毛因为2次和警察有瓜葛，老板担心他真的把工厂开的工人的事告诉警察，已然决定灭口。与此同时，彪哥来接了大哥下班。自从上次和小白去工厂，知道萌萌的遭遇后，他突然正义感爆棚，非要小白带他去揍工厂老板。因为在彪哥心目中，小白白天是普通上班族，晚上就会化身惩奸除恶的蝙蝠侠。배트맨이 가는데 세바스찬도 가야지. 아, 그래도거든요.也就在这时，萌萌一通挣扎，费劲巴拉的拨通了小白的电话。没想到电话刚接通，老板就回来了。于是萌萌的挣扎，还有老板要杀掉萌萌的咆哮，全都传到了小白的耳中。彪哥想着救人，小白却知道老板杀掉萌萌对他来说是件好事，这样就可以掩盖他在工厂作案的事实。于是小白冷漠的挂掉电话，转身离开，只剩下彪哥在他身后失望的呼喊。此时，老板正用小黑杀死萌萌共有的方式，一步步把萌萌逼向工厂的药液桶。小白就在此时破门而入，他开门的声音惊动了老板，给了萌萌一个逃跑的机会。小白自欺欺人，但心里不断强调，来工厂只是为了确认老板会杀死萌萌。但他的亲眼看着萌萌满头是血、仓皇逃跑的样子，小白还是无法做到见死不救。这一幕让小白短暂的想起了流浪汉的求救，也让他不再压抑自己善良的本性。他调出斯蒂芬金的经典恐怖片《闪灵》，要让这个狂妄的老板看看啥是真正的变态杀人犯。小白一步步逼近老板，虽然老板看着5大3粗，但也没啥杀人的经验。小白笑着说：“你要杀萌萌，就也得杀我，但我可是个变态连环杀人犯，咋样？想不到吧？”老板一听也慌了，那咋整？都到这一步了，随便杀一个吧。老板挥刀向小白，本以为能一击致命，却不料小白是个狠人，他直接徒手抓住了刀刃，把老板都吓得眼睛瞪大了一圈。看着手中的鲜血，小白的小心脏砰砰砰跳个不停，他突然兴奋起来，变态的血液沸腾了。小白按住老板就下手，还好这是彪哥叫来警察，要不然工厂老板很可能成为小白手上的第一条人命。另一边，毛毛还在护理昏迷的老爸，小黑拿着爱心晚餐来拉关系。这时于辉打来电话，告诉毛毛工厂出事了。小黑在旁边听到电话的内容，当下就自告奋勇送毛毛去现场。就这样，黑白 CP 外加毛毛3人就这么在工厂聚齐了。毛毛奇怪小黑和小白为啥认识，小白奇怪小黑和毛毛为啥认识，但3人都没工夫解释，因为萌萌工友的尸体被找到了，尸体周围全是警察，而小黑和小白都精神紧绷，他们在怕同一件事，怕被人发现真正的杀人凶手就在这里。接着毛毛和研究叔通过法医鉴定，从死者喉咙里发现了采血针的针头，这明显是死者死前故意吞下的证据。而这种针一般都是糖尿病患者验血糖时用的，但死者却并没有类似疾病。接着毛毛向上级汇报了近一段时间收集的证据，工厂死者在左手拇指上的确有采血的痕迹，并且这种情况发生在多起自杀案中。毛毛怀疑凶手是心安迷药让被害人昏迷，然后采血记录，然后再将人伪装成自杀。这个凶手专杀孤儿老人、流浪汉、考试生等弱者，并根据股票趋势特有的日期进行作案，还可能是相关从业人员。
综上所述，毛毛把这个案子命名为捕食者杀人事件。有了眼镜叔的支持，毛毛的汇报得到领导的赞赏，还特意成立专案组，由眼镜叔带队，毛毛协助，一起调查捕食者，也让毛毛终于有机会大显身手。而毛毛吃水不忘挖井人，他加入专案组的第一件事就是请领导办新发布会，授予英勇救下外籍工人的小白勇敢市民的称号。 아니야. 이게 아니야. 小白万万没想到，身为变态杀人犯的自己，有一天也会获得政府的嘉奖。但更令他意外的是，毛毛已经把嫌疑人范围缩小到30多岁的证券从业者，还给这个杀人犯起名为“捕食者杀人魔”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捕食者杀人魔成了社会新闻的热门话题，连续几天都挂在热搜上。专案组也接到许多与此杀案件相关的视频热线，眼看着新闻越播越火，小白坐不住了，他拿了2大袋子烤肉，借口要给毛毛加餐，顺便偷了毛毛的证件。想趁专案组没人的时候，看看警察们查到哪一步了，啥时候会查到自己。另一边，小黑他爸约他去打猎。小黑小时候很喜欢和老爸去打猎，这是少有能证明自己是老爸儿子的机会。那时候老爸就喜欢喝生鹿血，小黑总是嫌弃血腥气，一口也不喝。小黑就为了表现，一口喝光了鹿血。没想到小黑努力错了方向，老爸不在乎弟弟无能，反而对小黑的嗜血实施提防。今天照理应该是小黑杀人的日子，可他被老爸叫来打猎，耽误了行程，一看就是老爸故意为之。果然，两人在山上小别墅准备的时候，老爸终于问起小黑杀人案到底是不是他干的。与此同时，小白也陷入危机关头，他潜入专案组，没想到半路有突发事件，警察们都紧急回来办公，心急的小白只能躲在柜子里，而毛毛凭借直觉感觉到柜子有些不对劲。可是小黑举起猎枪对准了老爸，而毛毛则一步步走近了小白。小黑究竟有没有开枪？小白有没有被毛毛发现？小伙伴们别瞎子一定了，这次就一键3连吧！新来的朋友也别忘了点点关注。本期视频只要收藏过1万，后天咱们就再说2集《精神变态日记》，争取早日追上进度。拜了个拜。